一个老师在带学生外出郊游的时候突然临产，紧急送往医院后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却生下了一个畸形儿。丈夫看到后，气得差点将儿子当场摔死，之后更是酗酒不断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将儿子拖到地下室关起来，然后自己也上吊自杀了。没想到多年后，警察来到地下室，却发现里面竟然多了5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究竟怎么回事？听我说下去。经过调查，警方发现那栋房子里还有2名幸存者，一个是当年的那个女老师，另一个则是她的养女。之后，警察来到医院，已经苏醒的养女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老师因为当年丈夫的死和儿子的缺陷，时常被噩梦困扰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后来就瘫痪在床了。养女曾经也是老师的学生，1年前无家可归的时候被老师收留了，养女也知恩图报，对老师照顾得很周到。后来她决定在教师节这天叫来曾经的同学们来家里聚会，让老师开心开心。很快，教师节到了，同学们如约而至，有长发哥、跛脚男、班长夫妻、眼镜女以及害羞鬼小明。然而，虽然大家表面上笑容满面，但在这温情的表面下，似乎藏着一丝诡异的味道。晚饭前，眼镜女推着老师带他散心，但聊着聊着，她突然话锋一转，说起了上小学时体检那天发生的事情。当时眼镜女还不像如今这样光鲜亮丽，长得又胖又丑，甚至把体重计都弄坏了。但当年老师非但没有安慰她，反而捏着她肚子上的肉嘲笑她，结果全班同学都跟着笑了起来。这件事给眼镜女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，于是从那天开始，她拼命减肥，还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在整容上，整到最后连医院都不敢收她了。眼镜女越说越激动，轮椅推得也越来越快，老师大喊着让眼镜女停下，眼镜女不听，情急之下，老师赶紧拉动轮椅的手刹，这才让轮椅停了下来。这时，眼镜女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笑嘻嘻地将老师推了回去。晚上聚会开始了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，除了班长。他看着眼前的老师，同样想起了当年自己被老师羞辱的事情。那天也是教师节，同学们都为老师准备了精美的礼物。轮到班长的时候，老师打开盒子，却发现里面只有几张袜子，瞬间垮下脸，然后当着全班人的面让班长把礼物拿回去，表示自己不需要这种廉价的礼物。班长顿时觉得羞愧难当。想到这里，班长气不打一处来，一脚踢翻火炉，对老师说：“당신 보고 싶어서 온 줄 알아? 얼마나 잘 먹고 잘 사는지 확인 알았어, 씨발!”随后愤然离席，独自一人来到海边散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着兔子面具的人突然出现，用刀将班长刺倒在地。另一边，班长的老婆副班长正在给老师洗澡。就在这时，他也说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副班长正在给老师洗澡，洗着洗着，他也说起了往事。原来有一年教师节，班上同学都给老师准备了精美的礼物，而副班长因为家里困难，只送了一张贺卡，上面写着“我爱你，老师”。但老师却丝毫没把这当成一份礼物，反而在全班人的面前嘲笑了他，因为在他的眼里，这个贺卡和装满钱的信封相比，简直就是垃圾。副班长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中，老师差点淹死在了浴缸。另一边，班长在地下室里醒了过来，只见他被绑在椅子上，全身都是血迹。面具人用圆规撑开了他的嘴巴，然后将刀片全部倒了进去。就这样，班长被活活折磨致死。副班长回到房间，以为老公先一步回来休息了，但掀开被子，却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兔子面具。与此同时，床下伸出了一只手。就这样，副班长也被绑到了地下室。看到丈夫的尸体，她害怕极了。而这次，面具人用订书机活活钉死了她。深夜，瘸腿男被疼痛惊醒，他拼命地用手敲打自己的瘸腿，试图用酒精麻痹痛觉。随后，醉意朦胧的他来到老师面前，控诉着当年老师对他的所作所为。原来，瘸腿男一直有个当运动员的梦想，然而在一次接力赛上，他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结果老师非但没有关心，反而给了他一巴掌，埋怨他输掉了比赛，还罚他做了一整天的下蹲。不仅把妈妈给他省吃俭用新买的鞋弄坏了，他的腿也因此受了伤，从此告别了运动生涯。可话说到一半，面具人再次出现，一棍子敲晕了瘸腿男，将他带到了地下室，并在他的身上撒满糖，引来无数蚂蚁，钻进他的嘴巴里、耳朵里、伤口里。叫喊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养女，她慢慢走到地下室，打开灯，突然看到鲜血淋漓的3具尸体，不由得大声尖叫起来。
长发哥和眼镜女闻声赶来，长发哥愣住了。白天还一起谈笑风生的同学全都惨死于此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眼镜女却突然关上了门，将他们锁在了地下室。他来到老师房间，缓缓摘下了自己的眼镜。现在轮到他来复仇了。美女摘下眼镜，眼皮上的伤痕触目惊心。原来当初被老师嘲笑之后，她就陷入了极度自卑之中，开始疯狂地给自己整容。结果手术失败了，她不得不每天戴着墨镜生活。这一切都是拜眼前的老师所赐，而老师却忘记了这些事。眼镜女瞬间暴怒： 난 그저 수많은 학생들 중 한 명 불과했을 테니까. 하지만 우리 선생님의 매니큐어 색깔까지도 다 기억해요. 就在眼镜女将老师推下悬崖的那一刻，逃出地下室的养女及时追了上来，救下了老师。而眼镜女却在打斗间不慎跌落悬崖，当场毙命。养女将老师推回了房间，本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但他们忘了房间里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长发男。他打晕了养女，拽着老师的头发将她拖到了地下室，当着所有同学的尸体，终于说出了他一辈子都难以启齿的伤痛。原来当年老师生下畸形的儿子之后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便将当时班上最好看的长发男当成了自己儿子，时常对他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，这让长发男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。但由于难以启齿，长发男一直没和别人提起过这些事，只能放在心里自己消化。久而久之，长发男得了抑郁症，每天都要靠吃药来稳定情绪。说着说着，长发男便将汽油浇到老师身上，打算和他同归于尽。 설마 다음 세상에서 또 기영아를 낳기야 하겠어. 다음 세상에선 절대 선생님들을 낳지 마. 可就在长发男准备点火的那一刻，阴魂不散的面具人又出现了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最终长发男被面具人掐死了。恍惚间，老师以为面具人是自己的儿子，可当他摘下面具，却是害羞鬼小明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那些看似遭受到老师伤害的同学，其实也在无意间伤害过其他人，那个人就是小明。当初老师的畸形儿被关在地下室，经常受到这几个同学的嘲笑与捉弄，只有小明愿意和他做朋友，但老师却误以为是小明欺负了他儿子，对他又打又骂，班上其他同学也因此开始孤立他。某天，小明拉肚子拉在了裤子里，引来了同学们的无情嘲笑，老师也嫌弃地将他赶了出去。小明的母亲知道后，便来找老师理论，不料却在途中遭遇了车祸。从此之后，一颗仇恨的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小明并没有杀死老师，而是留了他一命，因为他知道，对于如今苟活于世的老师来说，活着比死去更痛苦。警察听完了养女的叙述，赶紧来到小明的家，想要将他逮捕归案。然而当他们破门而入时，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那几个被杀的学生根本不是一群失败者，而全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。眼镜女是名模，瘸腿男则是著名的橄榄球明星。真正的杀人凶手其实是养女。她在聚会的饭菜里下了毒，然后当着老师的面亲手杀死了自己曾经的同学们。因为这些人都是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，而被嘲笑肥胖的是他，跑步摔倒被扇耳光的是他，没钱买礼物送老师的是他，月经初潮被赶出教室，母亲因此惨遭车祸的也是他。他最后对老师说： 하지만 당신은 같은 여자로서 선생님으로서 좀 더 신중했었어야죠. 당신한테는 아무것도 아니었겠지. 난 그저 수많은 학생들 중에 한 명에 불과했을 테니까. 하지만 당신이 나한테 준 상처들은 여기 아직도 이렇게 남아있다고. 大仇已报，养女选择了跳海自杀。有人说这是中小学教师必看电影，你说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